现在即将进入到今天的竞拍环节。A13这块地价的起拍价格为23亿，加价幅度为5000万。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。现在请各位应价。23亿5000万18号这位先生。24亿25号。24亿5000万。25亿51号这位先生，25亿。好，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是25亿，25亿一次，25亿两次。好，38号这位先生25亿5000万，26亿，26亿5000万，27亿77号这位女士27亿。那目前呢，77号这位女士将我们的竞拍价格提升到了27亿，27亿一次，27亿两次，27亿5000万38号这位先生，可以，28亿。好，8号这位女士是出价到了28亿，1亿。66号这位先生直接加价1亿，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上升到了29亿。88号这位先生29亿5000万，2亿。哇哦，66号这位先生是直接加价2亿，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上升到了31亿5000万。好，88号这位先生32亿，3亿。哇哦，66号这位先生是直接加价3亿，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上升到了35亿。好，35亿一次，35亿两次，5亿。88号这位先生直接加价5亿，那目前我们的竞拍价格来到了40亿。是的，40亿。好，我来调整我们现在的加价幅度2000万。那目前的竞拍价格为40亿，40亿2000万，有人出价吗？40亿一次，40亿两次，40亿3次成交，恭喜我们的88号这位先生，恭喜小宝。王总，董事长要见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想说什么？没有拿到 A13，你似乎一点都不难过。因为有比买地更重要的事情，比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你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就算有人得到报应，也是自作自受。我去见董事长了。嗯。王总，王总。董事长，今天的招标，今天的事情不是你的问题，没想到尚纯一下就叫到了40亿，
但是，他这么笃定，一口气就叫到了我们的最高价，这应该不是巧合吧？王思威为什么会出现在拍卖会上？我们商定的投标价，他是不是也知道？对，我告诉他了。40亿，你还真告诉我？我需要你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把这个数字告诉尚纯。什么意思？别管，照我说的做就行。为什么呢？你也知道他跟尚纯的关系。因为我就是想让尚纯知道我们的报价。王觉安，你难道不知道这块地对我有多重要吗？我当然知道，这块地对安盛同样重要，所以我亲自带团队去考察过，发现了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片区域的污水厂处理能力已经接近饱和，如果有新的商业设施，政府就必须再建一个污水厂才能满足需求。污水厂和垃圾场不一样，不能离居住区太远，而四周唯一一块合适的空地就在离 A13不足2公里的地方。当然，具体地点我无法确定，但无论如何，高价买下这块地都太冒险了。这块地居然有这么多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这只是我的推测，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要大范围的考察论证，就不能保密了。也就不会让尚纯以最高价买下这块地。就算没有污水厂，40亿买地他也不会大赚。而一旦污水厂真的建在那里，王觉安，你的确跟以前不一样。没事。这位先生，你看看王居安这表情，哎，这个时候你不说一些祝贺的话吗？这2年内地政策收紧，你确定要投入这么大吗？你不看好这个项目？我是觉得你的重点放错了地方。你要记住，比起打败王居安，能帮嘉科和林氏赚钱才是最关键的。可不要本末倒置。我这身上的担子未免有点太重，有点承担不起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你说的有道理，这个项目我也很难保证有很好的回报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拖林氏下水。银行已经答应我给我增加1倍的贷款。你是打算独自吞下这块地，踢林氏出局？我只是不想林氏担太大的风险。说的好听，合作的事儿你要反悔，那结婚的事儿也不算喽。尚总、林总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。尚总，你先看下这个。
从地图上来看，好像就离咱们 A13范围2公里之内。这是突然改变的规划吗？是，规划局网站上今天刚刚公示，这对我们会有影响吗？我们要建的是高档养老社区，主推的就是优美的环境、清新的空气。你以为人家会每个月花几万块钱来闻臭水沟的味道？反正我们现在还没有付款，要不然……你是第一天入行吗？政府的土地也敢流拍？要是这么干下去的话，以后就别想在这行混了。别急嘛，高端社区不行，还是可以盖普通住宅的。只要卖的便宜，有10个污水厂都没关系。只不过这块地肯定不值40个亿了。那银行还肯贷那么多钱给你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刚才的事情，别和你爸说。你刚才是不是要跟我解除婚约？怎么会呢？我有那么蠢吗？放过这么好的老婆？这么说，婚礼继续了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提过的结婚条件？让他把孩子打掉，或者做一个亲子鉴定，否则这个婚我是不会给你结的。当然记得，我会把一切都办妥的。我可要提醒你啊，以现在的情况，就算我爹地同意继续跟你合作，条件也必须重新谈。只要你们临时可帮我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吃吧。你回来啦？你不是今天不回来的吗？怎么不出去跟他们庆祝庆祝啊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累了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我跟你讲话呢。你怎么？你怎么了？居然，你这个王八蛋！怎么？给我杯水。哦。你知道，
王菊安他坑了我多少钱吗？啊？多少钱啊？40亿啊！这么多钱？还有王思威，我跟他们兄弟俩没完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就这么倒下的，我一定要他们双倍奉还。我相信，你一定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啊！你消消火。青青，你是真心支持我的吧？啊，当然了。那你听我的，把孩子打掉。我现在需要临时的资金，我不能跟他们翻脸。不，我说过了，你可以不跟艾琳分手。可是，孩子，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还年轻，想要孩子什么时候都可以要。我都听到他的心跳了。可是只要他还活着，林氏就不会给我钱，他不死我就得死。你要拿我们的孩子去换钱吗？难道他比我还重要吗？不可能，我不答应。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你不答应？我走总可以了吧？干什么？你要走去哪儿啊？回去叫你爸妈吗？我找从容总可以吧？他能请你养孩子？我自己养，我有手有脚，我出去打工挣钱，我自己养，不用你管。自己打工？你去找那个姓周的吧。神经病！你干嘛？你别抢我电话！给我！你还我电话！你拿我电话干什么？这是那个姓周的电话吗？啊？你手机给我。你给我！别动！喂，莫小姐。周远山。我是，请问你是？哎！你敢骗我！你疯了吗？你别动我！你别碰我！你别碰我！你说，你是不是跟姓周的有一腿？早就背叛我了！你说，那个孩子是不是我的？到底是不是我的？你说。孩子是我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就知道，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欺骗我。你去死吧！怎么样？大人没事了，出血已经止住，没有其他危险。那孩子呢？我们已经尽了全力，还请你们家属多多理解。病人还处于麻醉状态，一会儿先去把费用交一下，然后去住院部做一下登记。给他住最好的病房，钱我都付了，好好照顾他。为什么给我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先生。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不想要吗？我当然想要了，我当然想要了。我以为你不想要。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怎么会不想要呢？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永远都不分开。谢谢你。跟你说，你可别再瞎买了，家里都堆不下了。等我们以后搬到了大别墅，你想放多少东西都放得下。我听你说这话，怎么感觉那么不真实？
我说能实现，就一定能实现。喂，一切都办妥了，准备婚礼吧。那你听我的，把孩子打掉。我现在需要临时的资金，我不能跟他们翻脸。我都能听到他的心跳了。可是只要他还活着，临时就不会给我钱，他不死我就得死。你要拿我们的孩子去换钱吗？难道他比我还重要吗？其实女人活成这种样子，我都替你难过。不过藏在里面，总比在外面抛头露面，一看见我就装秘书来的好。毕竟自己的层次，也只能往角落里钻。行了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话的是个男的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后来就给你打回去了。没想到是护士接的。是他打的你吧？我现在报警。别报警了。为什么不报警？你的孩子，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别报警了，都是我自己招惹的。行，我让医生给你验个伤，等你出院以后再去报警也来得及。醒了？怎么样？我给你带着点早餐，不知道你喜欢吃哪个，我就每个都拿了一点。豆浆，还有粥，粉丝汤，还有小馄饨。想吃哪个？如果你吃不下的话，喝点豆浆吧。来，你别烦我。等会儿，我帮你。慢点。
这样可以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不应该乱发脾气的。没事儿，经历了这么大事儿，有情绪很正常。都是我的问题，我把一切弄得都一团糟，我把自己弄得也一团糟，我连孩子也保护不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千万别自责，错的是他。是我自己的决定，是我选的他。其实在一起的时候，对我真的挺好的，所以，即使后来我知道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我总跟自己说，不管他怎么对别人，至少他是真心对我好的。也许那会儿他确实值得你信任，但是人是会变的。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，谁也没想到。我总以为是我没得选，可是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，我怪不了任何人。进。你要的文件。好。怎么？污水厂的事儿你早就知道了？为家哥操心了？当然不是。可是你怎么知道的呢？不会是通过什么特殊的手段吧？违法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，那只是我通过现有的信息推断出来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害我一直担心。因为那只是推断，我没有100%的把握，而且如果我说了，只会让你更担心我。不是说好了我们共同承担的吗？我说过我要保护你，有些压力我来扛就够了。可是我不要想那么多了，这次我们赢了，应该高兴才对。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我们这次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你太善良了，人在商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不要感情用事。特地煲的豚骨汤，里边放上松茸，补气血的。主食，米饭里边放了干贝，还有虾仁。最关键的是，我里边放了一勺猪油，赶紧尝尝吧。你明天真的别来了，我这有护工就行了。你赶紧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。我现在可是待业青年啊，没什么可忙的，多的就是时间。千万别误会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其实是找到工作的，我只是觉得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也挺好，休息休息，顺便可以想想未来的方向。难得有休息的时间，天天往医院跑，多无聊啊！医院多好啊，又清静，还能聊聊天，顺便看看书。可是我不说了，你就应该好好吃饭，快快的恢复。我不陪你这样。听我句劝。
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遇人不淑，就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。应该受到惩罚的是他，而不是你。这下可够尚纯受的。怎么？后悔给尚纯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？老于和老曹的事情都是他在背后捣鬼，得到点教训是应得的。而且我没有给他挖坑，是他非要跟安生抢地，我阻止不了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这次的事情多亏你敏锐，才没让安胜栽了进去。你可是大功臣。思维也出了力。这也正是我想问的。拍卖会当天，王思威把我们的报价告诉给了尚纯，这不等于说这块地有问题吗？你就不怕他出卖你？我相信他。相信？老于和老曹的事情，不都跟王思威有关吗？你这么做，是相信他，还是试探他？我们是兄弟，他没有辜负我的信任。这次你侥幸赢了，但是以后还是要小心。你的赌性不要太大，你不可能这样一直赢下去。明白，我先出去了。哟，哪阵风把王总吹来了？真是稀客啊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1年多了，头一回吧。我一直以为你跟尚纯的关系挺好的。那只是表面现象。尚纯这小子没少黑我们，让他吃点苦头是应该的。地的事谢了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没听见？你再说一遍。都说一遍了，没听见拉倒。等一下，既然来了，咱们哥俩好好喝一杯。上班时间不让喝酒。你是总裁，我是副总裁，偶尔放松一下，还是可以的嘛。